产房外，一家人都在等待小姑子生产。护士，石静静家属在吗？生了个女儿。这句话像是一道雷，不偏不倚地劈中了我婆婆。只见我婆婆两眼呆滞，然后一屁股直直地坐在了地上，开始哭爹喊娘起来。被劈的还有我公公，一向老实巴交的老头，满脸涨得通红，嘴里一阵输出，连不要脸、贱货都骂出来了，真是震碎了现场所有人的三观。哪有女儿生了女儿，公婆还没说啥，父母反倒骂街的。我老公叫石青云，1.8米的大高个，帅气壮实，端地还是铁饭碗。我对他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，不顾双方家庭地位悬殊和父母的极力阻拦，我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终于等到了谈婚论嫁这一天。婚礼前夕，我们带上礼品前往未来公公婆婆家。石青云家在偏远农村，我们开了7、8个小时的车才到。石青云爸爸见到我时，一脸难抑的喜悦，一直让我进屋坐，让我喝茶，双手不断摩挲，好像比我还紧张。我忍俊不禁。而石青云妈妈虽然一身村妇的打扮，倒像是见过大世面一样，对我亲和有度，不卑不亢。你是小刘吧？一直听石青云说起你。石青云妈妈面带客气的微笑。是的，阿姨，我叫刘冉，您叫我小冉就好。后来才知道，婆婆可是家里家外的一把手，公公就是个老实巴交的老黄牛，只管干活，至于家里有多少钱，大事小情的统统插不上嘴。石母说，当初供石青云上学已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家里还有个在读书的妹妹，老两口身体也不好，只能出3000块钱办酒席。正在热恋中的我，根本不在乎什么彩礼，只要石青云流露出一丁点的愧疚和自卑，我的保护欲就瞬间爆棚，不仅乐呵呵地接受了石家的条件，还将自己上班后的积蓄全都交给石青云，免得让他为难。我爸妈知道后恨铁不成钢，愤愤地说，以后有你受的。我只当耳旁风，还在心里给爸爸妈妈贴上势利眼的标签。我们家不就是给我准备了30亿厅的婚房吗？不就是给我攒了600克的黄金压箱底吗？我爸妈也不过是普通的生意人，有啥瞧不上石青云家的？结婚时，石青云租了一辆大众 Polo 当婚车去我家接我，我表弟开着我家陪嫁的奥迪7给我送嫁。要说我爸妈心眼真多，车子赶在我们领证前1天上的牌照，连黄金都放在我妈的保险箱里，明其名曰怕我丢三落四的弄丢了，暂时替我保管。我还不知道他心里的小九九。结婚后，我在石青云家一共住了3天。婚后第1天，一大早我还在做美梦呢，就被石青云摇醒，让我去倒痰盂。我撒娇不肯去，石青云去了。结果吃早饭时，石青云妈妈阴着个脸，石青云爸爸一改老好人的形象，对我也没了好脸色。小冉，你怎么能让男人去倒痰盂呢？婆婆把筷子拍在桌上。妈，是我醒得早，顺手就带下去了。石青云赶紧抢话。婆婆显然不买账，一双8字眼恶狠狠地瞪着我。下次我去倒。我讪讪道，毕竟第1次做媳妇，我也没经验，而且那是石青云的妈妈，我也不想让石青云为难。那一天我才知道，在他们家亲戚朋友来的时候，是要我这个儿媳妇烧饭张罗的，而婆婆只需负责陪亲戚们拉家常。吃饭时，我要按照冷菜、炒菜、炖菜、汤的顺序上菜，当然至于什么时候上，那得看我婆婆啥时候给我递眼色。如果石青云喝大了对我吆五喝六，我得表现得服服帖帖，给足他面子。
好不容易一大群亲戚吃饱喝足走了以后，我还得像迎宾一样欢迎他们下次再来。虽然折腾了一整天，但是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起来倒痰盂了。在婆婆的授意下，还跑到村里的公共厕所倒，生怕村里人不知道我倒了痰盂一样。真恶心！我是说倒痰盂。我提着痰盂走了以后，背后传来婆婆跟隔壁三婶子闲聊的声音：“嫂子，还是你厉害啊！城里媳妇也肯倒痰盂。村西头的老李家把城里媳妇当祖宗一样供，要不说还是你厉害呢。3000块钱能买到什么好货？凑合着用吧。”接着是一阵疯癫的狂笑。我回到家里跟石青云置气，石青云说他们都是农村妇女，懂个啥？你可是知识女性，怎么能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拉低身份了啊？每次被他一哄，再大的气也消了。不过在我的央求下，第3天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工作的城市，也是我家所在的城市。从此对他的老家敬而远之，也不说对婆婆有什么意见，就是婆媳是天敌这句话应该假不了。就算你掏心掏肺对人家，也不耽误人家以践踏你为乐。人呐，有时候是不讲理的。倒是他妹妹，由于在我们这座城市上大学，常常来我家。石青云对他妹妹很好，他妹妹长得很漂亮，说话声音轻柔可人，我也很喜欢她。所以我们3室1厅的房子，有一个房间是他妹妹石静静的。我妈对我的做法不赞同，总说不要跟小姑子走太近。小姑子怎么了？她一个单纯的小女孩，不谙世事，她妈妈是她妈妈，她是她。再说了，她一点也不像她妈妈，还什么都听我的。我妈也是的，每次在我家遇到石静静，都不给人家好脸色，明里暗里让人家少来我家。倒是石静静，每次我妈来，她都笑脸相迎，百般讨好，也不是刻意讨好，是真的开心。我妈可能是记着我婆婆欺负我的仇，但是我有石青云就够了。婆婆不过是个农村妇女，跟她一般见识干什么？我妈以前不这样的，怎么女人一旦当了丈母娘或婆婆后，就一个比一个难缠？希望我以后可不要跟他们似的。这不，晚上快睡觉的时候，石静静又在嘤嘤啜泣了。我推了推石青云：“你去看看石静静。”石青云不情不愿的去了，过了好一会儿还没回来。我不放心，总归是我妈说了人家，我想过去帮着一起劝。没想到半掩的房门里，石静静坐在床沿上，石青云相对而立，石静静抱着石青云的腰，头埋在他胸口哭个不停。我条件反射的退了回来，转念一想，妹妹跟哥哥撒娇，再正常不过了。好在1年后我怀孕了。石青云兴奋地把我抱起来转圈圈，我们沉浸在婚姻的幸福里不可自拔。他放下我后，先是给我爸打了电话报喜，接着又给公公打电话。公公得意的心情隔着信号我都感受到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要抱孙子了，感谢老天爷。我只顾着开心，对这句抱孙子并未留意。婆婆也不远千里从老家来了，还带来了很多土鸡蛋、草鸡，说是给我补身子，还要把石静静赶回学校。我说：“妈，不用，我们3间卧室，你住次卧，在书房支个床给静静睡就行了。”婆婆坚决不同意，硬是把石静静赶走了。她住进了石静静的房间。我不明所以，也不管那么多，那是人家母女的事，我管得着吗？只要婆婆不找我麻烦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妈听说我婆婆来了，第一时间冲上门。这是2个妈妈第一次见面，不能说是刀枪剑戟，火药味是在所难免。晚饭后，2个老太太开始过招了。亲家，小冉有我照顾呢，你就放心回老家照顾青云爸爸吧，
家里还一堆事呢。我们老石家的孙子怎么能麻烦亲家呢？家里我都安排好了，石青云他爸会照顾好家的。他一个大活人，有手有脚的，不需要我照顾。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照顾好小冉。小冉这才刚怀孕，还上班呢，白天也不在家。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也无聊，要不等他快生的时候再来也不迟啊。这段时间家务活啥的我都会来干的，你就等着抱孙子好了。石青云发话了，妈，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，等小冉快生的时候再来，到时候你们两位妈妈一起照顾她和孩子。最终以石青云的意见为准。我婆婆虽然不满，但是孤立无援，也只好作罢。过了几天就回去了。我妈让我们搬回娘家住，我拒绝了。我妈拗不过我，只好每天早上来烧早饭，晚上来烧晚饭。我爸不忘吹牛，幸好我当时选了这套房，离女儿家就2个路口，女婿要是跟女儿吵架，还没吵完我们就到了。就你能？我妈不屑一顾。我啃着苹果，对着他俩一通教育，你俩这话以后别说了，万一哪天在我老公面前说漏嘴，我可不依。我妈骂我白眼狼，我还没来得及回嘴，我爸已经把我妈一通对，并把刚包好的坚果递到我手上。如果不是考虑石青云的感受，我倒挺想住在娘家的。不过反正我妈也没啥正事要干，两边跑就两边跑好了。期间石静静来看过我一次，还用奖学金给我肚子里的孩子买了一套粉红色小衣服，好可爱，我看得心都化了。石青云却板着脸，像谁欠了他500万似的。正好我姑家的表弟也在，饭后表弟一直在跟石静静攀谈。你还没毕业吧？表弟方宇殷勤地问。今年6月份就毕业了。石静静冷冷地回答。没说2句，石静静就去帮我妈洗碗了。后来石青云把石静静的微信推给了方宇，石静静就再也没来了。我孕36周的时候，婆婆来了，我妈也没有理由赶婆婆走。婆婆对我的态度倒是和以前不同，每天问我想吃啥，也不让我做家务。有时候我主动帮忙收拾碗筷，婆婆极力阻止，还破天荒的让石青云去干。不得不说，10个月的皇后生活我倒是过得舒舒坦坦。而这一切都在孩子出生的那天迎来了巨变。我生产那天，石青云、我爸妈、婆婆公公、石静静、方宇都等在产房外。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后，医生将孩子高高举在我头的上方。恭喜啊，刘冉是个女儿。那是一张白白胖胖的大脸，我都不敢相信，刚出生婴儿的脸怎么那么大，跟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不过倒是跟我很像。我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里。在产房休息了2个小时后，我被推了出来。迎接我的是我的爸爸妈妈。我妈妈心肝宝贝肉的叫着，说我遭罪了。我爸也抹把脸，对我挤出不自然的微笑。如此隆重的时刻，却不见石青云和他的父母，只有石静静凑过来，甜甜的跟我说：“恭喜你啊，嫂子，喜得贵女。”我对她笑了笑，眼睛却在人群里寻找我女儿的父亲。石静静看出我的期待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嫂子，我妈有点不舒服，我哥哥和爸爸送她回去了，等会我哥就回来。”我不禁心下一凉。我爸妈也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我第一次懂事的没追问他们。趁我爸去打水，我妈跟着护士带宝宝去洗澡的空隙，我问石静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石静静一五一十，事无巨细，绘声绘色的跟我描述了事情的起因经过。原来公公婆婆看我生的是女儿后，当场跳脚，嘴里说了些不干不净的话。
石青云也不开心，只是碍于我爸妈在场，没说什么，也没阻止他爸妈。我妈气不过，跟我婆婆大吵了一架，但根本不是我婆婆的对手，被气哭了。婆婆让石青云送他们回家，原话是让他爸妈伺候这个没用的母猪和那个小赔钱货，而石静静全程都在打圆场，一边安抚公公婆婆的情绪，一边跟我爸妈道歉，最后被作为石家代表留在医院照顾我。晚上8、9点，石青云来了，要送我爸妈回家，被我爸妈拒绝了。石青云就送石静静回学校，当然当晚他也没有再回来。我悄悄背过去，眼泪无声的滑落。我爸率先打破沉默，小冉，他们农村人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，你公公婆婆也是正常反应，过段时间想通了就好了。爸，为什么你们不重男轻女呢？每个人想法不同，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思想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有一瞬间，我觉得爸妈之前说的话好像很有道理，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是存在很大的差异和鸿沟。不过，我爱石青云，我不后悔。我婆婆第2天就带着我公公回了老家，没有他们在的时候，石青云也像以前一样对我，对女儿也很好。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也自作主张的在心里原谅了石青云，毕竟那是家庭环境和地域差异造成的，并不能怪他。我们还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我妈还是两边跑，石静静还是住在我家。由于生孩子时石静静对我的拥护，对我女儿也十分疼爱，我妈对她没以前那么尖锐了。后来石静静嫁给了方宇，好日子持续到石静静生产那天。我婆婆在产房门口急得团团转，我公公一根烟接着一根烟，我姑姑姑父一直在陪笑脸，准备茶点让吃让喝。我婆婆一把推翻我姑姑递来的茶水，喝喝喝，就知道喝，不是你闺女受罪你不心疼。我妈以牙还牙，我闺女给你家生娃的时候也没见你心疼啊，现在发哪门子邪火？我婆婆恶狠狠剜了我妈一眼，我姑姑赶紧对着我婆婆赔礼道歉，公公识趣的拉了一下我婆婆，你少说2句吧。我婆婆对着我公公又是一顿输出，把老石家的祖宗18代都仔仔细细的问候了一遍。正吵得不可开交时，护士出来了，石静静家属在吗？一群人冲了上去，恭喜，生了个女儿。这句话像是一道雷，不偏不倚的劈中了我婆婆。只见我婆婆两眼呆滞，然后一屁股直直的坐在了地上，开始哭爹喊娘了起来。被劈中的还有我公公，一向老实巴交的老头，满脸涨得通红，嘴里一阵骂娘，连不要脸贱货都出来了，真是震碎了我们的三观。哪有女儿生了女儿，公婆还没说啥，父母却在这骂街的。正在这时，方宇推着石静静出来了，可以想见，他俩都听到了这不堪的言语。方宇二话不说，上去对着老头就是一顿扇。我妈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赶紧上去拉架，接着我姑姑姑父一哄而上，才把方宇拉开。公公骂骂咧咧的离开了，婆婆却没说要走。我拿着纸巾给石静静擦眼泪，我不会安慰人，一时急中生智，将石静静以前安慰我的话全拿来安慰她。她看了我一眼，哭得更凶了。方宇寸步不离地守着石静静，把孩子丢给我姑照顾。至于我婆婆，她想去看石静静，方宇用恶狠狠的眼神将她逼退。她想去看孩子，我姑赶紧扑上去，天知道她能干出什么事。就这样，等到石静静出院后，我婆婆回了老家。到底是亲生的女儿，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她连我女儿的面都没见就回老家了。石静静生孩子，
他倒是还有点人情味。他们不是把男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吗？怎么到他这，女儿的女儿比儿子的女儿金贵这么多？狗屁不通的道理。刚喝完石静静家的满月酒，石青云就找我谈话了。石青云要生二胎，我拒绝了，理由是我有女儿就够了，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女儿。小冉，没有儿子我会被戳脊梁骨的，你要为我考虑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你爸妈这样想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这么迂腐？我迂腐？哼！石青云面色铁青，不是迂腐是什么？我爸妈不是也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没有儿子要什么紧？那你爸妈的财产最终还不是要姓石？他罕见的嘴比脑子快，但是话一出口就后悔了。好啊，还算计我爸妈的财产？我愤怒的撞开他，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回到家，我一股脑的跟我爸妈告起石青云的状。我妈说生二胎也行，我还能帮着你带。什么？妈，你怎么也这样？你妈说的也没错，石青云老家就是那样的，你既然嫁给了他，就要入乡随俗，也要体谅他的处境。我赌气不回家，我爸却打电话让石青云过来吃饭，而我妈烧的都是石青云爱吃的菜。我爸还是当初那个扬言要帮我一起吵架的爸爸吗？我妈还是那个不分对错只管护犊子的妈妈吗？人生啊，总是在跟你唱反调。倒是石静静很快又怀了二胎，听说不是方宇想要的，而是石静静执意要二胎。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一家男女老少对生儿子这件事集体执迷不悟，封建思想疑惑千年啊！不过跟我没啥关系，我也管不着。说到底，石静静既是我的小姑子，也是我的表弟媳妇。她怀孕了，我于情于理要去看看，以表祝贺。我和我妈去逛母婴店，在新生儿服饰专区给石静静的二胎挑选礼物。我说粉色的好看，我妈敲了敲我的脑门，人家心心念念要生儿子，你送粉色的不是打人家脸吗？我正笑呵呵的脸上突然一僵。是啊，既然他们都对儿子判若甘霖，为什么当初石静静要送我粉色的衣服？不过她当时还是个小姑娘，哪里想得到人情世故这一套？也许她自己喜欢粉色，就也送我粉色吧。我总不愿意把她往坏里想，因为她是那么温柔可人，体贴暖心，还一直向着我。石青云是个公务员，现在已经是科长了。他为人低调谨慎，虽然我们两个人的单位距离不远，但是他从来不让我去他办公室。结婚几年了，我去他办公室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地过来。他出差了，要1周才能回来，但是单位在发中秋节的福利，月饼嘛，就是过节才吃的，过期就作废了。他安排好了，让我去他单位的门房间拿。赶巧了，我去的时候正在下雨了，保安不太认识我。我自报家门后，保安对我立马热情起来，还让我去石青云办公室坐坐避会儿雨，反正是午休时间，去他办公室也好，他办公室有沙发，我可以休息会儿。他办公室也没啥变化，我四处参观了一会儿，便坐在他的办公椅上惬意的转圈。毕竟我还没有单独的办公室，转着转着，不小心把桌子上的烟灰缸碰掉了。我赶紧弯腰去捡烟灰缸，却发现他办公桌面和柜子交界处夹着一张纸。我好奇地钻进桌底，把它拿了出来，藏得这么隐蔽，会是什么秘密？我疑神疑鬼地将纸打开，竟然是一张 B 超单，提示早孕45天左右，患者姓名那一栏写的是石静静。我的脑仁相当炸裂，调动全身脑细胞，也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石静静最早发现怀孕的时候是孕8周，
这张却是更早的 B 超单。为什么石青云会有石静静的 B 超单，还藏得这么隐蔽？我想到了方宇，赶紧给他打电话，问石静静是什么时候发现怀孕的。第8周的时候啊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。由于石青云出差，我妈过来带孩子。睡觉前，我妈问我：“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”我顾左右而言她：“妈妈，你以前为什么总针对石静静？”“哦，没啥，没啥，你为什么老不待见人家？”“我担心她跟你婆婆串通起来欺负你。”还有，我妈欲言又止。还有啥？也没啥，我就是觉得石静静看石青云的眼神有点怪。怎么怪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不简单。我扑在我妈的怀里，所有的委屈汹涌而出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以前我爸妈跟我说过100遍的话，我只当他们是势利偏执。可是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我真想扇自己。石青云推门进家，看我爸妈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，嗫嚅的打招呼：“爸爸妈妈都在啊。”我爸这时候倒人狠话不多，直接把 B 超单拍在桌子上：“你解释一下吧。”石青云看到 B 超单，一脸的兵荒马乱。只用了几秒，石青云便整理好了思绪和表情，抬头看着我爸说：“这是石静静的 B 超单啊，她的 B 超单怎么会在你那里？那天她正好路过我单位，让我陪她去医院，我工作不忙，就陪她去了。没想到她怀孕了，她说还没想好怎么跟方宇说，让我帮她先收着。”石青云说的真诚恳切，我差点就信了。我们还没有把这事告诉方家，你是个男人，要敢做敢当。我爸继续说：“爸，你想哪去了？你这是对我的侮辱和诽谤，你怎么能这么怀疑自己的女婿？你就算不相信我的人品，也要相信小冉的眼光。”石青云梗着脖子，大义凛然：“孩子就是铁证，事实胜于雄辩。”我妈冷冷的补充：“神经病。”石青云摔门而去。会不会真像他说的那样？我轻声说，连自己的耳朵听到了都不信。闺女，我是男人，就石青云刚才的表现，肯定有事。不一会儿，我姑和姑父也来了，我妈和我姑担忧的靠坐在一起。正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我去开门。石静静，嫂子。石静静忽略一脸懵逼的我，径直往客厅走去，扑通一声跪在我姑和姑父的面前。我姑石化了一瞬，转而放声哭嚎起来：“完了，实锤了！”石静静承认肚子里的孩子是石青云的，老大也是石青云的。如此不伦的实情，她竟一如既往的轻声细语，波澜不惊。原来她和石青云并不是亲生兄妹。石青云爷爷家一贫如洗，好不容易把石青云姑姑卖了，才凑够给石青云爸爸娶媳妇的钱。而石青云妈妈却因难产，生下石青云后就撒手人寰了。刚脱单1年多的石青云爸又变成了光棍，也是命运多舛。一个男人拉着孩子不容易，也没钱再娶。说来也巧，石静静妈妈是个漂亮又泼辣的女人，在那个封建年代和邻村一个男人自由恋爱，两人发生关系后被对方一脚踹了，她一气之下嫁给了同村的光棍，也就是石青云爸爸。冷静后的石静静妈妈后悔了，但是也来不及了，用自己的破罐子破摔赌男人的回心转意，这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他输。没办法，石静静妈妈只能跟石青云爸爸过日子，但是石青云爸爸老实巴交没本事，石静静妈妈百般嫌弃。1年后，那个男人又来哄石静静妈妈，说要带她走，还没到约定带她走的时间，她就怀孕了。正当她欣喜的以为要提前启程了，
没想到那个男人却跑了。石静静妈妈崩溃了，不吃不喝的躺在床上等死。石青云爸爸安慰她，只要她继续跟他过日子，他会把这个孩子视如己出，也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石静静妈妈哭了一天一夜，也许是对那个男人彻底死心了，也许是认了命。从此以后，她跟石青云爸爸好好过日子，对石青云视如己出。石青云和石静静一开始并不知情，以为两人是亲兄妹，但是在给石青云凑大学学费的时候，石青云爸爸和石青云妈妈吵了一架，大致是为了学费要不要贷款的事。越是看着老实巴交的男人，越会往人心窝上插刀，完了你告诉别人，别人还不信。石青云爸爸的意思是，石青云妈妈之所以想让石青云贷款上大学，是因为没有真正把石青云当亲儿子看。这下两兄妹才知道了这件事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情窦初开的石静静对村里唯一高材生石青云心生仰慕，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可年轻女孩的脸皮还是薄的，毕竟对外顶着亲兄妹的关系，没有说破。石青云读大学后，面对五彩斑斓的世界，也无暇留意妹妹的变化。后来我们就认识了，结婚了。石静静一直讨好我，好住在我们家。我一直以为她是因为我家条件好才想住我家，没想到我家有她心心念念的人。后来我怀孕的时候，石青云寂寞难耐，觉察到石静静的灼灼目光，在每次妹妹撒娇哭泣时，任由妹妹哭哭啼啼的抱着。我想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很享受吧，毕竟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一个空窗期的寂寞男人，一个暗恋多年不敢表露心迹的痴情女，任何一个星星之火都能燎原。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他？此时我对这个梨花带雨的柔弱女子同情不起来了。原来石静静妈妈看着石青云出人头地，是想让石静静嫁给石青云的，这对她女儿来说也是绝好的选择。可是石青云遇到了我。石青云也不是傻瓜，一个中产阶级的独生女和一个农村老家的妹妹，她自然知道该怎么选，所以婆婆才会对我如此恶毒。最终公公婆婆达成的协议是，石青云先跟我结婚，拿到我家的财产后，再离了娶石静静。可是婚房是我的婚前财产，连车子都赶在领证钱上的牌，如果跟我离婚，他分不到啥好处。不离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再说了，他是公务员，如果我闹起来，他的仕途不保，不划算。石青云否定了这个计划，让石静静找个人嫁了。我心心念念的爱情，原来一直都是人家算计剩下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嫁给了方宇，他们家条件也不错，方宇对你那么好，你们为什么要苟且？我问石静静。石静静直言不讳，倒是比石青云坦荡得多。原来一切都是因为我生了女儿，石父心心念念抱孙子，眼见我生了女儿，自知城里都兴独生子女，想要二胎怕是无望，于是便把主意打到了石静静身上。石母开始不买账，冷静下来想想，倒是趁火打劫的好时候。石青云对我不满，终于向石静静张开怀抱，希望石静静能给他生个儿子，并承诺如果石静静生下儿子，他就和我离婚娶石静静。一家四口有商有量的就把这事办了，真他妈家和万事兴。如果说之前的种种都是借着哥哥妹妹的名义打擦边球，那从我女儿出生那天起，这层窗户纸算是正式被捅破了。我孤气的发抖，指着石静静破口大骂：你这个贱货，跟我儿子谈恋爱的时候，
竟然跟你哥哥搞破鞋，真不要脸。石静静对婆婆的谩骂毫不在意，是啊，不在她心上的人，她怎么会紧张？何况他们也是遵了父母之命。当然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当石静静生下女儿时，一切又变了。怪不得产房外媳妇破口大骂，他骂的哪里是他自己的女儿，分明是没能给他儿子生出男孩的女人，而且是没有娘家撑腰的那种。我也明白为什么石母会如遭雷击一般了，她亲生女儿明明被祸了，却注定没有好日子过。石静静呢，她汹涌滂沱的眼泪也不是因为被父母当众羞辱，而是她失去了和她哥哥在一起的机会。我们一家人像群傻逼一样去保护石静静，却既不懂人家痛在哪里，也不懂人家的眼泪为何而流。而现在，石静静把真相和盘托出，难道是为了满足吃瓜群众的好奇欲？算了吧，她不过是想借机翻盘，逼我离婚。正在这时，石青云回来了，风风火火冲过来，扇了石静静一个耳光。你这个贱货，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刚才还气定神闲的石静静，瞬间被击地溃不成军。果然，最有杀伤力的只有心上人。我妈，石青云，你疯了，她还怀着孕呢。小冉，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。石青云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的面前。她喜欢我，但是我不喜欢她。她想破坏我们的婚姻，好嫁给我。可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你，你千万不要上当。那孩子是你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谁知道他的孩子是谁的？我又没碰过他几次。啪！我扇了他一个耳光。呸！方宇接到电话，最后一个抵达现场。说实话，我最担心的就是方宇，他爱石静静爱得那么深，怎么接受得了？方宇二话不说，对着石青云一顿拳打脚踢，大家怕出事，使劲拉架。我姑更是抱着方宇哭天抢地。方宇骤然停手，大家见状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是方宇突然抄起桌上的水果刀，捅在了石青云的肚子上，拔出来又插了进去。石静静惊呼一声，险些晕了过去。大家手忙脚乱的打120，把石青云送去了医院。14医院外，大家都在等待。我扶着石静静坐在椅子上，本来不让她来的，她执意要来，只好带她来。医生突然跑了出来，不好了，病人失血过多，血库调不到血，你们家属快去献血。可是恐怕连石青云自己都不知道，她是熊猫血。我也是猜的，因为我女儿是熊猫血，而我不是，所以石青云一定是。因为年轻人身体好，不太去医院看病，对自己的血型也不关注。公公婆婆还在赶来的路上，谁能给他献血呢？石静静死命抓着我，要我女儿来献血。疯了！我怎么可能让我2岁的女儿来献血？为了救她这个猪狗不如的爹！石静静拼命给我磕头，头哐哐哐的撞在医院的大理石地面上，满头鲜血。见我不肯，他又去跪方宇，让方宇把大宝带来献血。方宇气急了，扇了他一个巴掌。他不说话，爬起来去找医生了。他跟医生说自己肚子里是病人的孩子，可以抽胎儿的血给病人。医生被他吓了一跳，可是他猩红的眼像是要吃人。医生只好理智的跟他说，没有办法抽胎儿的血。他说要剖宫取孩子。医生估计一辈子也不会忘了这个疯魔的女人。医生当然不敢答应他的请求，只能安慰他说，让他去试试能不能献血。他好像如梦初醒，熊猫血再稀少，也不代表世界上只有石青云一家有，也许他也有呢。结果他还真有。15当石静静抽好血在休息的时候，公公婆婆赶到了，一顿鬼哭狼嚎，
扬言要杀了方宇。我走上前跟婆婆说，石青云和石静静是一个血型。婆婆哪里顾得上这些，何况她也不懂什么血型，见我就要扯我头发。一个血型怎么了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一个血型怎么了？你可能不懂，这个血型非常稀有，通常我鼓起勇气地说，只有直系亲属才会有。婆婆仿佛被雷击了一般，手上扯我头发的力度瞬间为零。我妈一把把我从婆婆的魔爪里解救出来，在婆婆的要求下，立即给石青云、石静静做亲子鉴定。可怜石静静，明明是个孕妇，却因献了过量的血，脸像白纸一样毫无血色，一会儿昏睡，一会儿清醒。石青云还在昏迷。方宇被警察带走了，我姑在姑父的搀扶下哭喊着追警车去了。我爸妈回家带我女儿了，我留在医院照顾石静静。这个场景似曾相识，我生孩的时候，石家留下一个石静静照顾我，现在除了石家人，只我一个外姓人照顾她。为什么受苦受难的都是女人？至于石青云，她醒了，知道一切败露后，自知我不会原谅她，也不跟我说话。也许她要的也不是我的原谅，而是想做我家的女婿，梦想有一天我家遭遇变故，或者终有一天我父母老去，她一人只手遮天，霸占我家的财产。而我的公公婆婆一直堵在亲子鉴定中心的门口，一直在催，一直在骂。这个社会就是谁横谁说话，明明要1周才能出结果的亲子鉴定，硬是被我婆婆闹的2天就出了结果。这2天里，婆婆不吃不喝，公公一直抽烟，2个人原本花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完了。18亲子鉴定出来的那天，我爸妈也来了，为了防止他们家闹事，还有一众亲友陪同。医生把报告递给我公公，我婆婆一把抢过来，却又不敢打开，最终她把报告给了我。是啊，他们也看不懂，石青云、石静静也没有勇气自己看。多么讽刺，相亲相爱、抱团取暖的一家人，竟将命运交给一个他们最怨恨的女人手上。我打开那张纸，有一瞬让我想起我打开 B 超单的时候，人生的盲盒，谁他妈知道会开出来个什么结局？我第一次看亲子鉴定报告，不太懂，但是最后的结论我懂，血缘关系的概率为 99.9999%。我念不出来，颤抖的把报告递给我爸。我爸宣读了报告的结论，我婆婆当场晕了过去。我公公这个最擅长逆来顺受的老实人放声大哭，可我并不知道他哭什么，是因为他老婆生的是他的种，喜极而泣，还是哭他们算计人的计划最终算计了自己的儿女？石青云不肯相信事实，从床上跳下来，拉着石静静要去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石静静挣脱石青云的手，纸一样的人突然充满了力量，跑向走廊尽头的窗户，一跃飞了出去，带着他对石青云执着多年却曾未得到过真正回应的爱，带着他和石青云的骨肉，或许也带着对父母的恨吧，就这样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方宇因故意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因取得家属谅解，有自首情节，减刑2年。方宇后来知道石静静自杀的时候，掩面抽泣，他懂她的无助，懂她的脆弱，懂她内心深处的卑微，他为她的遭遇喊冤叫屈，可是又有谁能来为她裁判？石青云出院后，和公公一起带着疯了的婆婆和石静静的女儿离开了我们的城市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走之前，他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放在了餐桌上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家庭是一个整体，一荣不一定俱荣，
但一损一定俱损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阴影里走出来。方宇出来的那天是我去接的他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告诉他迎着太阳站，一切向前看。